老叶，听说昨天王大公子来公司了，走的时候一蹦一跳的，什么情况？如愿以偿了。如愿以偿了？怎么个说法？不是一直都想搭上我这条线，一直都想上我这艘船吗？这次我让他如愿以偿了，估计用不了多久，他会正式开始接班千通集团。他知道他的能力，也清楚千通集团的状况，为此想把自己以及千通集团的未来全都压在我身上。说通俗点，就是想让我带他飞吧。什么玩意？他要把自己的人生跟千通集团的未来压在你身上，这是王少聪的想法，还是他父亲王董的想法？老王商海浮沉这么些年，这一路风风雨雨的打下了千通这份驰名国内外的江山，要说没点远见跟分不清形势，断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也是老王的想法所在。如果你扶千通集团一把，千通集团的未来会如何？继续闪耀华国商界，问题不大。你要是不去扶一把呢？那就可能真的只剩3分定了。好了，我得去一趟半导体研究所跟龙芯人工智能科技公司才行。叶董，我需要上前让他们离开，以此确保你的安全。知道我出现在这儿的没几个人，所以哪有那么多的危险。另外，你看他们的眼神跟表情，这像是有危险的人吗？他们的眼里透着光，透着向往未来，向往美好，向往能有朝一日开上劳斯莱斯的光。这就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对小情侣，在美好事物面前想用画面去定格罢了。叶松脸上由衷浮起了淡淡笑容来，他想起了当初刚毕业那会，他跟李团团又何尝不是一样？那咱们不过去了。不急这一会，先让他们拍吧，也拍不了多久的。可渐渐的，叶松的表情也变得古怪起来了，因为这对小情侣完全没有要作罢的意思了。说句不好听的，要不是怕弄到哪儿导致赔不起的话，估计都要坐到引擎盖上面去拍了。叶董，还等了。可还是过去让他们说了神通吧。旋即大步朝劳斯莱斯迈去，然而没等叶松跟秦萌走到劳斯莱斯边上，那俩小年轻倒是率先叫住了他们。嗨，打扰一下，请问您能帮咱们俩拍几张照吗？小女生半点不好意思的样子都没，秦猛下意识就想直言驱离对方，叶松微微抬手指住了他。可以。说着，主动接过了对方递过来的手机，接着在对方的欣喜感谢声中，咔嚓一顿在对方的各种姿势中拍了起来。话说你们有必要拍那么多张照片吗？当然有了，咱们回去就得把这些照片给洗出来，然后贴满在房间里，睡之前看，醒了之后看，就得让这些照片来鞭策自己。以后也想开劳斯莱斯啊？肯定想啊，谁能不想？大哥，你相信咱们以后能开得上劳斯莱斯吗？不是有话说吗？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肯定有机会的。对，这才是正能量啊！看短视频上老是说什么，像劳斯莱斯这种车子，出生有就有，出生没有一辈子就都没有。我信了他哥写的，就看叶松叶董，2年前还连400块的房租都交不起，孩子连幼儿园学费都没得交呢。现在呢，甩个180亿的出去，连眉都不带眨一下的。闻言，一旁的秦萌也微微不受控地颤起了面部肌肉来。这对小年轻是不是有点缺心眼了？来，大哥，你要拍几张不？把手机给我，我帮你拍，咱们一起理智共同努力。可那个，我可能不用为这种车子去努力了。啥？等会，您是叶松叶董？真的是叶董。叶董，能跟你合影吗？行，可以。谢谢叶董，谢谢叶董。叶董，我能将照片发短视频平台上面去吗？随便。谢谢叶董，谢谢叶董。那就到这儿吧，再见，祝你生活愉快。亲爱的，我就跟做梦似的，网上都在说他是地表最强装逼犯，可是他竟然低调亲和气的气到这种程度，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以为是认错人了。你说咱们拿今天发生的事儿发视频发朋友圈的话，该用什么文案主题？男生想了想，正声道：我跟叶董有个约会。叶董，其实这样对你的人身安全是有弊端的，因为咱们无法保证对方是否包藏祸心，但凡看走眼一次，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说真的，像今晚这种情况，你不应该去理会他们的。我理解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你的用意，但我之所以愿意不顾潜在的安全问题去配合他们的请求，完全是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初跟团团的影子。虽然我跟团团当初没有他们表现的那么浮夸，更不具备他们身上那种社牛的特质，但是咱们彼此眼中的光是一样的。叶董，我希望你下不为例，毕竟咱们无法保证以后有没有人会想着用这种方式去实施自己的祸心。真要是出了事的话，真要有个闪失，我背不起那种责任，我也过不了自己内心的那关。行，听你的。秦猛，有想过带家里人来山青生活吗？叶董怎么问起这个来？一直都想问了，就是不如该从何说起而已。
我相信在你过去的保镖生涯以及在49城里家当护卫的那段生涯中，跟家里人见面的次数都很有限吧？包括来到我身边之后，也就过年那回才回了那么一趟而已，跟知亲之人聚少离多。老实的说一句，这是极其不人道的。哪怕我知道绝大多数人都是生活所迫之下的不得已。秦猛没说话，但却微微咬起了唇来，眼中现出了一抹抹的自责之色来。叶松继续道：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暂时不打算离开我的话，那就把家人接到山青来吧。不单是你，回头你也给唐松、宋宇他们两个说一声，山青的住宅区你们随便挑，我给你们一人买一套房子安置家人，孩子上学这些我也找人帮你们落实好。读山青的一流公办，如果亲属需要工作的话，也可以在我旗下的企业中让他们出任资深能力可胜任的岗位。叶斗，不用这么麻烦。别矫情了，如果你计划在我身边再待个1年半载就衣锦还乡的话，那你就当我没说话。毕竟1年半载也犯不上那么折腾来折腾去。可你要是还没有离开的计划打算，那还是果断让家人过来吧，省得每天都在手机上开始凭一姐思亲之情。叶斗，我还没想过离开的事儿。那就赶紧让家人过来这边吧，回头我让海滨去物色几个楼盘让你们来挑，选好后就让家人直接过来行了。换作是以前的秦猛，他绝对不可能会接受这种好意。当然了，保镖生涯跟在49城里家当护卫的生涯里，他们也不可能会有这种待遇。但随着跟叶松的感情深入，随着对叶松的了解更深，这一刻的秦猛也动摇了内心深处的原则。我回去跟唐松、宋宇说说看，然后再跟家里商量商量。那你们就先说着商量着，明天我让海滨物色好楼盘，直接联系你们。秦猛没说话，久久无言。劳斯莱斯车厢中也陷入了静谧之中，只有那微微风噪的响动。蓦地，秦猛牙关有些发颤地说出了4个字：叶斗，谢谢。哪怕如今山青一套房的钱对他来说早已谈不上是什么巨额，哪怕说他真要在山青买一套房的话，也不是什么难事。可叶松的这些话却是深深触动到了他。这一刻，他想的已经是终老于叶松跟前，只要自己还能派得上用场，